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血型一直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，在医学、生物学甚至占卜学中都会有血型的身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血型也被人们赋予了非凡的意义，大家也会更加的想了解自己的血型。而在一众的血型中，不同的血型都有着各自的特点，比如 O 型血被称为万能血，包容性更好。A 型血的人大多活泼开朗， B 型血的人逻辑性更强， AB 型血的人思维更加的活跃等。虽然并不一定准确，但也足以在茶余饭后和闺蜜闲聊中成为说不腻的谈资。而从生理医学的角度来讲，血型的不同的确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健康差异。一、血型不同为什么会出现健康差异？血型的主要区分方式其实源自于血红细胞表面的抗原。简单来说，血红细胞表面有什么抗原，代表你就是什么样的血型。比如红细胞上仅有抗原 A 是 A 型，红细胞同时存在抗原 A 和抗原 B， 那则是 AB 型。AB 抗原均无则属于 O 型血。而不同的抗原意味着背后存在差异性的 DNA 控制。 DNA 存在区别，器官组织以及各类的疾病风险也会不同，继而导致血型不同的人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健康差异。换句话说，血型出现健康差异其实是 DNA 区别的一种体现。不同血型彰显的不同 DNA 排列组合则体现出这种变化。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过于生硬，我们不妨用举例的形式来进一步了解。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无非就是大脑了，而大脑的衰老速度就可能因为血型而出现差异。二、血型不同，大脑的衰老速度也不同。美国医生史蒂芬·威斯贝格曾经在联合5000人的血型健康数据中发现规律，因为血型导致的 DNA 差异， A 型、B 型、O 型、AB 型对于不同的疾病患病的风险也是不同的。比如 A 型血的人相对来说容易出现遗传病， O 型血容易出现消化类型的疾病等，而部分会增加神经和大脑负担的疾病症状。不同血型的人出现的概率也有所不同，因为疾病的差异，自然也会出现大脑衰老的差异。不同血型的人，大脑衰老速度也会略微不同。换一种说法，就好像是一个容易生病的人，比普通人更容易因为疾病侵袭而加速衰老一般。虽然血型对大脑的衰老速度的影响不是太过明显，但确实是存在因素的一部分。另一方面，针对血型和大脑的关系，很多人也在探究具体精神疾病和血型的影响。老年痴呆可以说是最值得重视的症状。哪一种血型的老年痴呆风险高？相信朋友们也更加的关心。三、哪一种血型人群的老年痴呆风险高？我们一起来看看研究怎么说。针对这个问题，生命时报于2014年分享了美国佛蒙特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成果。通过对3万名年龄在45岁以上的受试者调查，持续多年对不同血型的人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减退对比，结果发现，与其他血型相比， AB 型出现记忆问题的风险率相对高出 82% 左右，认知损伤率比其他血型人群高出 2%， 而记忆下降、认知损伤正是老年痴呆的主要症状。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，根据研究人员的进一步调查，认为是 AB 型血人群所共有的一种蛋白质所导致的。该类型蛋白质的浓度越高，也导致了 AB 型血的老年痴呆风险更高。认知功能强弱主要和大脑的灰质体质有关，灰质越多，认知能力越强，大脑越活跃。此前美国的一项研究就表示，大脑中拥有的灰质较多，这类人痴呆风险更低。
当然了，拥有 AB 型血的朋友也不要为此而太过担心。正如上文所提到，血型对于精神疾病的影响是有限的，环境以及后天的生活方面的因素，要比血型对大脑健康的影响多得多。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胆固醇等，同样也是增加认知损伤和痴呆的风险。4. 大脑为什么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衰老？多大年龄开始衰老？随着社会老龄化进展以及痴呆症老人数据增长，人们越来越重视大脑衰老。大脑衰老的原因和多方面有关。美国威斯康大学一项研究显示，生活中的压力会加速大脑衰老，至少衰老4年。另外还有研究表明，抽烟会加速大脑衰老，烟草中的有害物质进入大脑后，损伤脑血管的内壁，降低氧含量。除了压力和抽烟，睡眠不足、空气污染、糖尿病、不良饮食等都会损伤大脑，衰老速度加快。对于大脑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，科学家们的看法不一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文表示，大脑功能从35岁以后开始下滑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该研究的对象是职业象棋选手，本身用脑比较多，不代表众多普通人的大脑水平。而自然人类行为中的研究者表示，大脑的思维能力在60岁以后才会下降。我们自认为年纪大，思考速度和反应速度变慢了，其实是因为年龄增长后见识增加，面对问题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。不过，医学界普遍认为，25到30岁大脑功能最强。这种好状态能够维持多久，那就要看个人了。综上所述，血型的确是非常奇妙的，不同血型的人存在不同的健康差异。虽然 AB 型血的朋友老年痴呆的概率相对较高，但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精神疾病的预防仍然是最重要的。日常生活中预防措施做好，才是获得健康的最重要的方式。总之，告诉大家血型和痴呆症的风险之间有一定的联系，是为了让大家提高警惕，重视大脑衰老。现在我们还很健康，还有机会为大脑做一些事，例如经常的运动手部，做手指操，勤用脑，多看报纸，多下棋，保持社交频率，没事出门溜一溜，科学睡眠，不可贪睡或者是熬夜。另外也可以补充欧米伽3脂肪酸、叶酸、蛋白质、铁等的营养素，有益于大脑健康。痴呆症的发展不容易被发现，而且诊断复杂，很多患者到了症状特别明显的时候才有感觉，这个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干预机会。如果能够因为血型提前的重视痴呆症这件事，调整生活状态，或许就不会发生痴呆症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